今天从建水出发，北上往昆明方向前进，而在往抚仙湖的途中，经过了通海线。这里是个规模不算大的县，但却发生过一起国际关注过的大事。这边是那迦营清真寺，对啊，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出现还蛮敏感的，对，因为它这边去年发生一个抗议活动，那台湾原本不是长这样，只是为了这个看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以改成这样。所以去年就2023年5月的时候有一波抗争，因为不让他们改掉他们的宗教的样子啊。中国对清真回教的中国化运动从2018年开始，用于抵制外国建筑风格，并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建筑。上图是位于云南省红河县的沙甸大清真寺，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现今其外表已经由下面的伊斯兰样式改为上图的中国样式。而今天来到的那迦营清真寺，位于云南省通海县那古镇，始建于西元1370年，现有的建筑为2001年重建。而清真寺其实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如严禁穿着短裙、严禁穿拖鞋等等。像那迦营清真寺的话，其实是不能拍照的，因为每个寺庙规定不一，有些可以，有些不行。但主要是说，在那迦营这边的话，它的门口的注意事项却是被行车扫码的 QR code 给完全挡住。当然自己没特别注意到，也是很不好意思。但当这些明明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的 QR code，却硬生生的贴在入室的须知上面，其实这也有一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对于那迦营清真寺的改造，其实就发生在不久前的2023年的5月。那古镇的政府呢，派人强拆清真寺的穹顶，引发当地的穆斯林不满，进而与远景发生冲突。抗议事件之后，当局曾一度暂缓改造的工作。然而2023年的6月起，施工就已经悄然恢复，并且于2024年的2月完工。那阿拉伯式的翡翠色穹顶被改为中式的圆形顶。那迦营清真寺其实原本是中国为数不多没有拆除任何伊斯兰建筑元素的清真寺之一，可惜终究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实在是令人感到相当的惋惜啊。那在清真寺外面的话，就是当地的市场，卖不少清真食物，肉类就是以羊肉跟牛肉为主，而这家的牛肉饼看起来感觉就相当的不错。这是先炸过一次吗？算是炸熟。炸过一次之后把肉夹进去。就是把肉已经放在面皮里面压扁，先用低温之后再用高温的方式去煎，也可以说是炸，完成了。它站起来了。香哦。在清真寺外面买完牛肉饼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北，往抚仙湖前进了。抚仙湖是云南容量最大的湖泊，总蓄水量达到206亿立方米，等于滇池加洱海总蓄水量的4倍，占中国湖泊淡水资源总量的 9.16%。湖最深处达到155米，是中国第3深水的湖泊，仅次于长白山的天池跟喀纳斯湖，水质甚至达到饮用的标准，但建议还是不要直接喝会比较好一点点。也正因为抚仙湖是深水湖泊，所以具有很大的除热能力，一年四季对湖区的温度能够起到调节的作用。
因此可以提高湖区周围的最低气温和减少霜日，使抚仙湖周围及北方紧靠滇池的昆明，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所以昆明也被称作为春城。抚仙湖我们住在小湾村附近，这里纯白的建筑还蛮像地中海希腊式风格的。顺带一提，如果来抚仙湖的话，也可以顺便来这个澄江化石地博物馆。澄江化石地是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遗产。澄江生物自1984年被发现以来，已发现了20个门类，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的祖先都能在这里找到，算是相当的特别。鸡腿6块，鸭肠7块，鸡20。哦，好香！好酱，那帮我油少一点。少一点，那就要不要？不要了。不要了是吧？带走。带走。好。吃什么？好棒吗？是这个人呀？没有，这个没有，没有。真的很好吃。吐一下，然后就活摘了。昆明是云南唯一的特大城市，也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和交通枢纽。那同时也是车牌云 A 的所在地。那昆明地处于云贵高原的中部，市中心的海拔大约1900公尺。海拔虽然不高，但如果常住在平地的话，来到昆明还是有几率触发高原反应的，这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哦。